何进为何要召董卓进京呢？作为大将军的他，怎么就被一群宦官给斩杀了？袁绍又是如何诛杀宦官的？他所谓的43公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何进召董卓进京及袁氏43公。189年4月，汉灵帝刘宏驾崩，年仅33岁。刘宏有2个儿子，一个是何皇后所生的刘辩，一个是王美人所生的刘协，而刘协是由刘宏的母亲董太后抚养长大的。按照嫡长子继承制，汉灵帝应该立刘辩为太子，可一方面他自己不太喜欢刘辩，另一方面自己的母亲董太后也希望他废长立幼，将刘协立为太子。就这样左右为难的汉灵帝，直到他驾崩前也没确定好太子的人选。临终前，他将后事托付给了宦官蹇硕。蹇硕联合了十常侍，准备除掉刘辩的舅舅大将军何进，然后立刘协为帝。于是他以商量要事为由，派人去请何进。结果蹇硕派去通知何进的司马潘寅，却与何进是故交。他用眼神暗示何进，何进心领神会，立即抄近道跑回了自己的军营，然后声称有病，不再进宫。最后何进联合大臣将14岁的刘辩立为皇帝，和太后临朝听政。何进与袁伟辅政。袁伟有2个侄子都非常有名，一个是袁绍，一个是袁术。那么为什么将袁绍的家族称为43公呢？袁氏家族是从东汉时期的袁安开始发达的，他从县令、楚郡太守、河南尹、太仆，一直做到了司空和司徒的高位。东汉时期将司空、司徒、太尉合称为3公，是朝廷最为尊贵的官职。而如此重要的官职，袁氏家族从袁安开始4代人里竟然有5人位列3公，因此袁绍的家族便被称为43公。袁绍字本初，他父母早亡，叔叔袁逢和袁伟将他抚养长大。袁伟时任太傅，堂弟袁术为虎贲中郎将。他自己则好养名士，在洛阳城里名声极好，冯骥、何虞、荀攸等名士都是他的心腹。何进掌权后，便准备着手除掉蹇硕。这时袁绍派人告诉他，杀掉蹇硕不过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行为。致使汉室衰微的罪魁祸首，其实是以十常侍为首的众多宦官，只有将他们全部清除，方能整顿天下。何进觉得有理，便与袁绍合谋，准备诛杀宦官。与此同时，蹇硕也给十常侍的赵忠写信，准备联合起来对付何进。可这时十常侍里的郭盛不仅与何进是同乡，还是让何进的妹妹成为皇后非常重要的人物，所以说他与何进兄妹有着共同的利益。于是郭盛与赵忠等人商议，决定出卖蹇硕，将他的密信交给了何进。何进立即让黄门令逮捕蹇硕，并将其处死，禁军也全部归自己统领。然而此事过后半月有余，何进再无下文。袁绍不得不提醒何进，现在你大权在握，可不要步了当初窦武的后尘啊。何进听后连忙进宫，去劝说自己的妹妹何太后，下令诛杀宦官。然而宦官早已贿赂了他们的母亲武阳君以及弟弟何苗，并且告诉何太后，何进之所以诛杀宦官，是想大权独揽，将太后你自己的权力给抢走啊。于是何太后便没有同意何进诛杀宦官的计划。何进无奈，只能再与袁绍商议对策。这时袁绍便给他献了一计，让他召集天下的豪杰和猛将入京，等到兵临城下的时候，让何太后在洛阳城和宦官之间做出选择，到那时何太后想保宦官也保不了了。此计一出，便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。尚书郑泰表示，其他人还好，可千万别让董卓入京啊。何进的主簿陈琳则劝他说，如果大将军只是想对付宦官，你自己就可以，何必要干戈倒拿，将把柄交给别人呢？时任典军校尉的曹操听说后也嘲笑道，从古至今宦官一直存在，如果皇帝不给宦官权力，岂能有此局面？如果真的是宦官有罪，只需1个狱吏就足够了，何必要大动干戈呢？而且动静如此之大，必定会走漏风声，失败将是在所难免了。可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何进全然不听，依然派遣使者去通知各路豪杰。
各地的驻军接到命令后，便陆续发兵洛阳，其中董卓最为积极。这时，何进的弟弟何苗告诉他：“我们出身于南阳的贫贱之家，依靠宦官才有的今天。你现在这样做，水一旦泼出去，就再也收不回来了。我建议你还是三思而行吧。”何进听后思索再三，立即派遣谏议大夫崇绍，带着皇帝的诏书去拦住董卓。此时，董卓的大军已到达渑池，即今天河南省渑池县西。崇绍见到董卓后，宣读诏书，告诉他计划有变，立即率军撤退，不得前往洛阳。董卓意识到一定是洛阳发生了变故，必须马上赶去。于是他让士兵举起兵刃威胁崇绍，可崇绍临危不惧，还大声地斥责士兵，士兵不敢向前。董卓见状也不敢硬逼，只能领兵驻扎在距离洛阳20里外的西阳亭，静观其变。当袁绍得知何进拦住了董卓后，不由得大怒，他再次提醒何进，可不要忘了窦武是怎么死的。何进又被他给说动了，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，有先斩后奏的权利。袁绍立即派人告诉董卓，让他给何太后上奏，如果他还是不同意诛杀宦官，那你就告诉他，你要兵临洛阳城下，武力斩杀宦官。何太后果然慌张，立即将所有的宦官全部免职，让他们离开皇宫，各自返回自己的家乡。宦官们听闻后，只能寄希望于何进了，于是全部跑到何进的府上跪地求饶，答应从此之后听从何进差遣。袁绍得知后，曾前后3次劝说何进，建议立即将他们斩杀，但何进没有听从。袁绍实在无奈，只能假传何进的命令，让各州郡逮捕所有宦官的亲属。宦官们彻底绝望了，开始想各种办法自救。宦官张让的儿媳妇是太后的妹妹，张让求他给太后带话，希望能让她进宫，哪怕再服侍太后1天，她也便死而无憾了。于是何太后便让张让再次进入后宫。8月，何进准备去面见自己的妹妹何太后，请求她同意诛杀宦官。张让得知后，立即率领着数十人，手持武器，埋伏在半路。当何进走入宦官们的埋伏圈时，被冲出来的宦官砍杀而死。就这样，大将军何进竟然死在了一群宦官的手里。何进的部属在宫门外等了好久，结果等来的却是何进被杀的消息。袁绍的堂弟袁术联合了何进的部将，将皇宫包围起来，然后放火焚烧宫殿，逼迫宦官出宫。张让见状，立即率人跑向后宫，劫持了何太后、皇帝刘辩以及陈留王刘协，准备逃往北宫。连接北宫和南宫的是架在空中的双层大道，他们从上面跑向北宫。尚书卢植得知消息后，则在下面追击。见他们马上要跑入北宫了，卢植便抬头怒骂段珪等人。宦官感到害怕，只能放了何太后，只身逃走。这时，袁绍认为何进之所以犹豫不决，都是他的弟弟何苗蛊惑的，于是他率军斩杀了何苗后，才赶来北宫。接着，他下令整个皇宫里凡是不留胡须的人，通通斩杀。结果竟然有2000多人被杀，血流成河。可主谋张让却带领着数十人，劫持着刘辩和刘协，从洛阳的东北门逃出，一路向北狂奔，准备通过黄河渡口的小平津关逃走。结果在半路上被卢植和闵贡追上，数十名宦官都被他俩给斩杀了。张让则跳入黄河，投河而死。至此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宦官时代彻底收场了。随后，卢植和闵贡保护着14岁的皇帝刘辩和9岁的陈留王刘协前往洛阳城。可当他们刚走到北邙山的时候，却迎面碰上了董卓的大军。惊魂未定的刘辩被董卓吓得哇哇大哭。这时，迎接皇帝的大臣们也赶到了。太尉崔烈怒斥董卓，让他不要吓着皇帝，赶紧回避离开。可董卓哪会把这些手无寸铁的大臣们放在眼里？他反问道：“你们身为朝廷重臣，竟然让天子流落在外，你有什么理由让我回避呢？”说完，他便不顾群臣的反对，一起进入了洛阳城。那么，董卓进京后是如何控制朝堂的？袁伟和袁绍能够掌控局面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董卓进京后是如何掌控朝堂，并立刘协为帝的。袁绍统领的18路讨董联军都有哪些人？正史中是如何记载的？
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汉献帝刘协登基及18路诸侯讨董卓。189年8月28，董卓跟随皇帝和大臣们进入了洛阳城。他此次前来只带了3000骑兵，和他一起被何进召来的还有丁原等人，也都带着兵马。所以，董卓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尽快增长自己的实力。他为了迷惑众人，每隔几天就让士兵们趁夜出城，第二天早上战鼓雷动，再浩浩荡荡地进城。连续几次，大家都以为他属下已经有了上万人，就没人敢对他轻举妄动了。由于何进和何苗被杀，他们的军队无人统领，也归顺了董卓。接着，他便把目标放在了丁原的身上。丁原是并州刺史、骑都尉。他也是接到何进的命令后，从河内郡率军赶到洛阳的。他属下有一名主簿，名叫吕布。吕布字奉先，五原郡九原人，即今天内蒙古包头市人。由于他骁勇善战，弓马娴熟，被丁原任命为主簿。董卓发现吕布不仅是一员猛将，而且心怀大志，不甘屈人之下。于是他秘密联系吕布，并承诺只要能杀了丁原，就拜他为骑都尉。吕布在利益的诱惑之下，毫不犹豫地就斩杀了与他有恩的丁原，并率领丁原的部下投靠了董卓。董卓非常高兴，与他结为父子，并拜他为骑都尉。不久后提拔为中郎将，封都亭侯。至此，董卓手握重兵，洛阳城里再也没有了他的对手。接着，他邀请袁绍和他商议废掉刘辩，另立刘协的事宜。可袁绍不同意。他表示，皇帝刘辩正当少年，而且没有做过任何的错事，就这样毫无理由的废嫡立庶，怎么能够服众呢？董卓听后大怒，对袁绍大吼道：“你们不同意有个屁用！我就要这么干，谁要是不服，我就让他见识一下我的刀到底利不利。”袁绍这才发现，他请来的竟是一匹恶狼，而且已经控制不住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还是赶紧跑吧。于是袁绍离开洛阳，逃到了冀州的渤海郡。接着袁术和曹操也先后离开了洛阳。董卓虽然对袁绍不满，但还是非常忌惮他43公的声望和地位，所以他不仅不敢过度的为难袁绍，还派人拜袁绍为渤海郡守，袁术为后将军，曹操为骁骑校尉。8月30日，董卓在朝会上公开提出了废立之事，并以霍光为例，自比田延年，谁敢反对他另立皇帝，就立即处死。满朝文武都沉默不语，不敢反对，只有尚书卢植不畏强权，据理力争，竟然把董卓顶撞得哑口无言，气得他只能散朝。既然卢植敢挡路，那就只能让他尽快的消失了。于是董卓便准备找机会逮捕卢植。蔡邕等人得知后，连忙去向董卓求情，这才保住了卢植。可卢植也无法继续留在洛阳城了，只能弃官而走。蔡邕是东汉的文学家和书法家，他才华横溢，不仅精通音律，还通经史，善辞赋，工于书法。他所开创的飞白书体对后世影响深远。他的女儿便是东汉大名鼎鼎的才女蔡文姬。卢植走后，再也没有人敢反对董卓了。于是9月1日，在尚书丁公的主持下，太傅袁伟将刘辩服下御座，解下玉玺和印绶，转交给刘协。刘协正式登基称帝，即汉献帝。汉献帝年仅9岁，本该由何太后继续垂帘听政的，但董卓让尚书宣布了何太后的诸多罪证，将他迁入了永安宫。2天后，董卓派人给他送去毒酒，何太后被毒身亡。从此，朝政便由董卓一人把持。9月末，他选拔了大量的名士，让他们去担任太守等要职，包括韩馥、刘旦、孔宙、张咨、孔融、殷绍、张邈等人。而这些人日后大多都成为了讨伐董卓的中坚力量。10月3日，他趁何太后遗体下葬的时候，派人开启汉灵帝刘弘的陵墓，偷取了大量的珍宝和陪葬品。11月1日，董卓自拜为相国，并享有入朝不趋、建履上殿的特权。相国这个官职，汉朝已经有几百年不用了。当初汉高祖刘邦立国时，拜萧何为相国，并特许他入朝不趋、建履上殿。意思就是他上殿的时候不用脱鞋，也不用弯腰小跑，而且可以佩戴宝剑上朝。
萧何之后，相国分别是曹参和吕产。吕产死后，汉朝就不再设有相国，相国的权力也逐渐被缩减和分化了。所以董卓觉得朝廷现有的官职没有一个能匹配他，于是就启用了汉初的相国之职。至此，董卓便开启了他权势滔天的专权之路。他性格残暴，好用刑法，还放纵士兵在洛阳城里大肆劫掠，奸淫妇女，致使天下共愤。东郡太守乔瑁伪造了三公的文书，散发到各州郡，陈述董卓的罪行，呼吁各地起兵反董，恢复刘辩的地位。《三国演义》里把此事写给了曹操，实际上是乔瑁。这时董卓发现留着刘辩只会让各州郡有所企图，于是便派人毒杀了刘辩。可是此举不仅没能让各州郡收兵，反而激起了更加剧烈的抵抗浪潮。190年，关东各州郡共同推举袁绍为盟主，起兵讨伐董卓，这便是《三国演义》里的18路诸侯讨董卓。当然，这与正史里的记载并不相同。《三国志》里记载的只有11路诸侯，他们分别是渤海太守袁绍、冀州牧韩馥、济北相鲍信、东郡太守乔瑁、山阳太守袁仪、兖州刺史刘岱、豫州刺史孔宙、陈留太守张邈、骁骑校尉曹操、南阳太守袁术以及河内太守王匡。《后汉书》里增加了2个，分别是长沙太守孙坚和广陵太守张超。而没有参加的5路，则分别是右北平太守公孙瓒，他此时正在对付乌桓和鲜卑，所以没有前来参加；北海相孔融正在对付再次兴起的黄巾军，也没有前来。徐州刺史陶谦则极力地讨好董卓，刚刚才得到了董卓的封赏，所以也不可能参加。至于张扬，他此时仅有一支数千人的军队，还算不上一方诸侯。凉州刺史马腾此时还是董卓的盟友，也不可能参加。《三国演义》里描写了很多刘关张的重头戏，包括关羽温酒斩华雄等，但这些在正史里也没有记载。参加会盟的大军兵分3路前往洛阳，其中兖州和豫州的兵马在酸枣会合，即今天河南省延津县以北15里；冀州的兵马驻守在河内郡，荆州的兵马则驻守在鲁阳，即今天河南省鲁山县。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反抗，董卓意识到洛阳城可能是守不住了，于是便有了迁都长安的想法。他计划先派一个得力的人，将洛阳的百姓以及官员都迁往长安，他自己则率军镇守洛阳，等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前往长安。可是该派谁去长安呢？他首先想到的是朱俊，便派人前去征召，但朱俊不从，于是他就想到了王允。王允我们之前讲过，他因为得罪了十常侍，只能隐姓埋名地辗转各地，直到汉灵帝刘宏驾崩后才返回洛阳。宦官被杀后，他被拜为太仆，后来顶替杨彪，被拜为司徒。他表面上一味地顺从董卓，换取董卓的信任，实际上却不动声色地准备除掉董卓。董卓并没有起疑心，还把他当成心腹，让他带着皇帝和百官以及洛阳的百姓一起前往长安。为了不给讨董联军留下任何东西，在迁都之前，他让士兵大肆抢劫，之后又将洛阳城的宫殿、民宅以及庙宇通通烧毁，然后派出军队强行将洛阳的百姓赶往长安。洛阳距离长安有600-700里，几十万百姓拖家带口的被迁走，饿死者不计其数，一路上死尸遍地，惨不忍睹，致使洛阳方圆200里荒芜凋敝，无复人烟。接着他又指使吕布等人挖掘了皇帝以及公卿大臣们的陵墓，盗取了无数的珍宝。3月5日，汉献帝刘协在众人的保护之下抵达了长安城，长安城的大小事务都由司徒王允掌控。此时据守长安的是京兆尹葛勋和左将军黄甫松，董卓担心他们也响应反董联军，于是便把2人召回了洛阳。黄甫松到达洛阳后，董卓便将他逮捕入狱，准备处死。幸亏黄甫松的儿子黄甫坚寿与董卓的关系要好，他替父求情后，黄甫松才被释放。3月18日，由于袁绍和袁术举兵，董卓担心袁伟给他们做内应，于是便将袁氏家族的50多人全部诛杀，财产也被董卓霸占。可即使这样，作为讨董联军盟主的袁绍还在观望，
依然不肯发兵，一直等到6月份，曹操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他准备独自领兵西进，攻占成皋。之后，即北向报信与陈留太守张邈的部将魏资也带了一些兵马前去支援。那么，曹操此次出征是否能够取胜？董卓能否守得住洛阳城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上期我们讲到，董卓让王允带着皇帝和大臣们迁往长安，他自己则留下来防守洛阳。之后，曹操独自领兵西进，孙坚也率军攻打董卓。那么，曹操和孙坚能够打败董卓吗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讨董联军发生内讧，及孙坚不用温酒斩华雄。讨董联军的10几路兵马在3个地方集合，其中袁绍和韩馥等人驻守在河内郡的治所淮县，即今天的河南省武陟县土城村。曹操和乔瑁等人驻守在酸枣，即今天河南省延津县附近。袁术和孙坚驻守在鲁阳，即今天的河南省鲁山县。可是各路大军到达后，并没有立即发起攻击，而且一直拖到了6月份也不见动静。于是曹操便独自领兵西进，准备去攻打成皋。之后，即北向报信与陈留太守张邈的部将魏资也带了一些兵马前去支援。他们率军来到了汴水，与董卓的大将徐荣展开了激战。可曹操的兵力太少，导致士兵伤亡惨重，他本人也被刘建射中，摔下了马背。幸亏他的堂弟曹洪及时相救，才幸免于难。最终，曹操战败而归。回到酸枣后，他发现其他的各路联军依然在大摆酒宴，歌舞升平，完全没有攻打董卓的意思。他给大家建议说，大军应该一起向西推进，守住孟津关、敖仓以及太谷关等要塞，然后再分兵进攻武关，从两面夹击董卓，则董卓必败。可是关东诸将毫无兴趣，照样驻守观望。曹操非常无奈，只能独自前往扬州，重新又招募了1000多名新兵，去往了袁绍驻守的河内郡。不久后，酸枣联军征集的粮草消耗完了，便准备各自退兵。然而在退兵之前，他们竟然还发生了内讧，兖州刺史刘岱杀死了东郡太守乔瑁，随后大家一哄而散，轰轰烈烈的讨董战争，最后竟以闹剧收场。酸枣联军失败后，袁绍终于下令让河内郡的联军向孟津关挺进，河内太守王匡率先派人出战。董卓得知后，采用疑兵之计稳住王匡，同时派遣精锐大军偷偷地从小平津关渡过黄河，然后从后方突然发起攻击。王匡的大军被打得措手不及，几乎全军覆没。从此之后，河内联军再也不敢出战了。这时，袁绍又开始发挥他擅长出馊主意的技能了。他觉得汉献帝既然受制于董卓，那他就重新再立一个皇帝，便可以与董卓分庭对抗了。可曹操第一个站出来反对，他告诉袁绍，我们起兵后之所以天下响应，是因为我们是正义之师，汉献帝并没有过错，你有什么理由废他呢？袁绍见没人支持他，就派人去说服袁术，希望能得到袁术的支持。可袁术早就有了自己称帝的打算，怎么可能支持他，另立他人呢？所以也没有答应。从此之后，袁氏俩兄弟渐行渐远，逐渐产生了积怨。接着，袁绍派人去拜见幽州牧刘虞，希望将他拥立为皇帝，但被刘虞断然拒绝。袁绍没办法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再次派人前去，希望他能担任录尚书事，这样他就可以代替皇帝封官加爵了。结果刘虞还是不同意，袁绍也就只能死心了。说完这两路联军，我们再来看袁术和孙坚的南路军。孙坚我们之前讲过，6年前他就建议张温诛杀董卓，但张温没有听从，现在终于成为了祸害。3年前，由于长沙人欧兴聚众反叛，朝廷便任命孙坚为长沙太守，前去剿灭。他仅用了1个月就打败了欧兴，之后又与王睿联手平定了零陵和贵阳。可是在这个过程中，王睿看不起他这个粗俗的武将，多次流露出轻蔑之意，让孙坚十分痛恨。此次讨伐董卓，他从长沙出发后，要途径荆州的治所江陵，而王睿恰好就是荆州刺史。于是他到达江陵后，趁王睿不备，偷偷地混入城中，然后逼迫王睿吞金自杀。
王睿死后，刘表被任命为荆州刺史。之后，孙坚继续率军北上，来到了南阳郡。他以讨伐董卓的名义，向南阳太守张咨征召军粮，可是张咨既不给军粮，也不肯与孙坚见面。孙坚本打算继续进兵，可他担心张咨在后方捣乱，于是便对张咨起了杀心。他派遣亲信告诉张咨，说他突发疾病，无法率军前行，希望把自己的兵马交给张咨，替他出征。张咨听后非常高兴，对孙坚的数万兵马更是垂涎欲滴，立即带领着500-600人前往孙坚的营地。之后，他独自一人来到了孙坚的病床前问候。没想到，孙坚突然从床上跃起，斩杀了张咨。然后他继续率军北上，到达了鲁阳，与袁术合兵一处。袁术任命他为破虏将军，兼领豫州刺史，率军去攻打董卓。他负责给孙坚供应粮草。可孙坚的大军刚准备出发，董卓就派遣胡轸前来迎击，而且胡轸的先遣骑兵已经到达了鲁阳。孙坚见状，让大军不要妄动，有条不紊地原路退回了城中。胡轸见孙坚兵马整齐，纪律严明，不敢贸然攻城，只能撤兵离开。191年2月，孙坚再次率军出发，来到了梁东，即今天河南省伊川县东。在这里迎战他的是之前打败过曹操的徐荣，他将孙坚包围了起来，致使孙坚全军溃败，只带了10几名亲兵突围了出来。之后，他一路收集散兵，退到了阳人，即今天的汝州市西北。董卓得知后，立即任命胡轸为大都护，吕布为骑都，率领5000人马前去迎击。离行前，胡轸给部下的将领们训话说：“我看非得斩杀一名清瘦高官，才能整肃大军的纪律。”吕布等高官听后颇为不满，打算让他败给孙坚，灭他的威风。胡轸的大军到达广成关的时候，天气已晚，便准备在这里扎营休整。而且董卓给他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这里休整，然后趁夜进兵，天明时分开始攻城。可吕布等人却说孙坚已经开始逃跑了，应该立即追击，要不然就错过良机了。于是胡轸只能连夜进军，可当他们来到阳人城下时，发现孙坚并没有逃跑，而且守备森严，连偷袭的机会都没有。这时胡轸的大军饥渴难耐，士气低落，因为已经是夜晚了，漆黑一片，没办法修筑工事，只能将就着卸甲休息了。可士兵们刚刚除去铠甲，放好武器，吕布就派人散布谣言，说孙坚率军来偷营了。士兵们惊慌失措，丢盔弃甲的开始逃跑，一连跑出了10几里，发现根本就没有追兵。可此时天空已经开始放亮，到了预定好的攻城时间了。于是人困马乏的大军只能拾取兵器，开始攻城。可这样一支军队怎么可能攻得下城池呢？没多久，胡轸就下令撤军了。他们一撤军，孙坚就立即率众出城追击，致使胡轸全军溃败，而且属下的都督华雄还被孙坚给斩杀了。所以华雄这时候才被孙坚所杀，并不是《三国演义》里所描写的18路诸侯会盟的时候被关羽杀的。此战过后，孙坚名声大噪，威名远扬。有人趁机挑拨袁术说，孙坚一旦攻入洛阳城，恐怕就不受你的控制了，不如现在就除掉他。袁术听后便不再给孙坚供应粮草。孙坚的军中断粮让他万分的焦虑，只能亲自骑马去找袁术理论。袁术自觉理亏，只能马上下令给孙坚调拨军粮，孙坚这才返回了自己的军营。这时董卓也觉得孙坚难缠，于是派遣李傕前来求和，希望能和孙坚结为儿女亲家，并且让孙坚把孙氏子弟全都列出来，任命他们为太守或者刺史等高官，但被孙坚断然拒绝。之后孙坚率军前往大谷关，这里距离洛阳城只有90华里了。董卓决定亲自率军来迎击孙坚。然而双方激战后，他才发现他根本打不过孙坚，于是只能让吕布留下来掩护，让朱俊驻守洛阳，他自己则退到了渑池。可是有马中赤兔，人中吕布之称的吕奉先也不是孙坚的对手，激战片刻后也引兵退走，去找董卓了。接着孙坚便准备攻打洛阳城。驻守洛阳的朱俊本来就和董卓不是一条心，
而且孙坚是和朱俊一起剿灭黄巾军的时候，被朱俊赏识，才逐步升迁起来的。而且朱俊觉得只靠洛阳这座孤城想守也守不住，何况根本就不想守。于是还没等孙坚攻打，他就主动放弃了洛阳，领军退到了中牟县。然后他给各州郡传信，反过来讨伐董卓，站到了联军这一边。就这样，孙坚顺利地进入了洛阳城。可进城后，他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。曾经辉煌无比的大汉国都，此时已经是破败不堪，残垣断壁，而且数百里内没有烟火，人去楼空，何不凄凉？看着这一切，他不由得潸然泪下。然后他命令将士们清扫出汉室的宗庙，用太牢之礼进行了祭祀。而且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竟然还在洛阳城南的贞观井中打捞出了传国玉玺。袁术得知此事后，立即将孙坚的夫人给拘禁起来，逼迫孙坚交出了玉玺。从此之后，拿到了传国玉玺的袁术便做起了天子的美梦。孙坚则整顿军队，率军前往渑池去追击董卓。董卓不敢与孙坚交战，他让董越驻守渑池，段威驻守华阴，牛辅驻守安邑，共同抵抗孙坚，其他的将领则负责防守袁绍等联军。安排好之后，他就前往长安主持朝政去了。孙坚知道单靠他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攻入长安的，于是便引兵回到了鲁阳。就这样，声势浩大的讨董联军只有孙坚一个人在战斗，其他人不但不支援，还在后方搞小动作，比如袁绍。孙坚在出战之前就被任命为豫州刺史了，可袁绍却趁孙坚攻打董卓的时候，竟然将周辛也任命为豫州刺史，还率军攻占了豫州的阳城。孙坚得知后深感悲凉，他告诉属下，我们同举义兵是为了挽救大汉的社稷，可如今逆贼未除，内部却如此的争斗起来。说完不由得仰天长叹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